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益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明夜，你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？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糟了糟了，我忘记阿兄会来了。阿兄，阿俊，你回来了。你去采药了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我最近看了一些医书，采了一些有助于修行的补药。即便我不说，阿九也早晚会知道明夜的噩耗。可是如今他修炼正到关键时刻，若情绪不稳，走火入魔又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与其让他从别处知道，我还是斟酌着告诉他吧。哎，阿兄，阿九，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啊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厨房煮了。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阿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突然想到还有材料未放，想过几日采来再煮汤来着。哎，阿兄，我们出去吧。阿兄今日要教我些什么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进境这么快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教不了你喽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再晚回去啊，父王就该发现端倪了。10日后我再来看你。
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
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。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。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我走在月光下的小路，听风儿轻轻说着祝福，露珠在夜间轻轻起舞，夜的怀抱是那么温柔。我听见风在轻轻说，它说别让心迷失了方向。我听见风在轻轻说，寂静的夜晚是心灵的故乡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也略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多谢。这2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的还多着呢。好。黑夜漫长，星辰微亮，萤火摇曳，照亮远方。脚步丈量，沉默时光，心灯渐亮，驱散彷徨。霜雪压制，暗香流淌，尘埃落定，心壁虎微扬，暗潮涌动，中间朝阳，裂缝透进希望微光。长夜尽头，黎明在望，温柔阳光洒满山岗，每寸土壤都在生长，万物苏醒，天地回响。
给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墨竹，如果你的朋友离开了你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会选择怎么办呢？若他不是不想回来，而是生死相隔呢？今日，若是你有闲暇，可否替我下山买些酒回来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喝酒。不是，我想祭奠我的几位朋友。听闻，人间若是有谁的亲友亡故，会以酒招魂祭奠，抚慰亡灵。我有几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先我而去了。你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啊？灵魂会漂泊无依，最终走入幽冥川，随河水流入世界的尽头。那神呢？神没有魂魄，神明陨落后，便是在这世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无论何处，都再无可寻了。会有人记得他们，那就不算消失干净。这又是新的药方。对啊，说不定这一次就有效果了呢。便是意志不好，也不必强求，顺其自然吧。你这算什么话呀？良药苦口，快乖乖喝掉。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赖在我这儿混吃混喝啊？我不知该去何处，我没有亲人，有人尽死。我的妻子。不，我如今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恨透了我，恐怕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。那你呢？一开始我便说过，你我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明夜，你若是感觉眼睛好一点，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点光，都要记得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好准备一下离开这里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告诉我就是了。你会一直住在这儿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，我可以偶尔来看看你吗？不行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也会立刻离开。你要去哪儿？说不准，去哪儿都行。四处转转，想要快活。若你知道是我，只怕不会想再来看我。小心台阶，来。今日阳光好，你坐下来，我帮你梳头。啊？啊什么？快坐下。
这是我昨日新蒸的茉莉香露，便宜你啦。怎么了？黑夜漫长，星辰微亮，萤火摇曳照亮远方。脚步丈量，沉默时光，心灯渐亮，驱散彷徨。霜雪压枝，暗香流淌，尘埃落定，心与虎微扬，暗潮涌动，中间朝阳，烈风透进，希望微光，长夜尽头黎明在望，温柔阳光洒满山岗，每寸土壤都在生长，万物苏醒，天地回响。黑夜漫长，星辰微亮，萤火摇曳照亮远方。你好点吗？脚步丈量，沉默时光，心灯渐亮，驱散彷徨。霜雪压枝，暗香流淌，尘埃落定，心与虎微扬，暗潮涌动，中间朝阳，烈风透进，希望微光，长夜尽头黎明在望，温柔阳光洒满山岗，每寸土壤都在生长，万物苏醒，天地回响。你别太难过，一定会好的。这些药草很灵的。原来上苍待我不薄，原以为从此无缘，没想到竟能再遇到你。桑丘，若我一直没有痊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这山林中相守？待我找到机会，对桑九实验一告，便带他回上清神域，再想办法替他调气滴髓。险些忘了，过几日阿兄就要来了，这些日子全然忘了功课。我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俩换一换，你到床上来睡。不行，你眼睛还没好。那你也上床来睡，我们俩挤一挤。你放心，我睡相很好，不会打扰到你。好了，睡吧。好。
怎么会还没复明呢？明日我再去山上找另一种药草，听说十分有用。桑九，不要怪我瞒着你，我只想我们如今这样的日子久些，再久些。来，喝药了，吃着。张嘴啊！这么甜，是蜂蜜。对啊，谁让你每次喝药都嫌苦？过来。嗯。你上山偷蜂蜜，被蛰了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不疼了。殷公主，为什么你们宫的长老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出来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师祖的灵力并没有减弱。各位还是稍安勿躁吧，等待消息便好了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。
减弱了。好机会！你会被一条线。新公主，你不一起进去吗？师掌门，你是师祖的守护者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我怎敢轻举妄动啊？当年你可是亲历了师祖被封印的整个过程，他有多强大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这新月夜，灵力会被削弱之事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师祖不会甘为鱼肉的。师祖，你醒醒！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你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娇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娇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哎，糊涂啊，真是糊涂。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趁先府重任。你说的血凝花，可是瓷多？
萧是想引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司马昭，你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
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金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
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，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，他出山的时候那么嚣张，我要离职了，大家找我泄愤怎么办？而且师祖他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吧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那么多次，再说我还要靠他给我镇痛呢。我还是先不要想离职的事儿了。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好。拜见师祖。师祖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开始吧。这就是修仙世界的比武啊！先做样子吧，拖延下时间。好，等主事的长辈来。师祖。师祖，今日怎么会有如此雅兴来看弟子们死斗啊？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，也配叫死斗？师祖，容我多一嘴。台上的那2位，一位是出自于天之宫，一位是来自于日之宫，2位都是各个公主煞费苦心才培育出来的
优秀弟子啊，伤了谁都不合适。能不能看在施家人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一马呀？放过他们？死斗为的就是让弟子在生死之间提升修为。如今各大宫绵延势力，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都不管了吗？师掌门亦认可此举？仙府竟然还有这种传统！既然师祖发话了，你们便认真死斗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就是，滥杀无辜，有违道义。我们比试是为了互相切磋提升修为，为什么非要赌上性命？就是啊，这不是你们八大宫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现在反倒说别人是恶人。你们说我有违道义，滥杀无辜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道义值几斤几两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血凝花。当真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凝花吗？今日在场的每一位弟子，谁要是能赢够20场死斗，便能获得一片凤山血凝花花瓣。师弟得罪了。师叔，你那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血凝花可长1000年修为。我们修道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就为一片花瓣争得你死我活，八大宫的公主们对此也无动于衷，就这么冷眼旁观吗？这些弟子都疯了吗？不过是比试，他们怎么自相残杀？跟刚才客客气气的完全是两拨人。本就是人面狼心，如今图穷匕见罢了。师掌门，师祖是想将我们培养的优秀弟子全部杀了吗？其实这也不能算是师祖所为，是那些弟子贪婪罢了。哎，死的是我的弟子，你当然在这儿说风凉话了。石公主，稍安勿躁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初一个小小的孩童，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今日的死斗，只怕是师祖给诸位的一个警告啊！师掌门，你是八宫之首，又是师祖的心腹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再这么放纵下去啊！师掌门，我们可都仰仗你了。好，诸位放心，师某定当会全力的安抚。只是师祖刚刚出山，气还在头上，只要他做事不太过分，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
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师祖，今日您拿出来那血凝花，他们似乎很想要。可是您不是说过，血凝花需要您的血才能用吗？否则人就会炸掉。可是今天那些人，他们都没喝过您的血，就算得了血凝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血，是凤山一族的血。凤山一族不是只剩下您了吗？是啊，司马氏的人死后只剩下一颗骨珠，尸体却留不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司马氏的血肉都是能增进修为的良药，会被庚辰仙府那些家族分割。照今日这些人敢抢夺血凝花的行径来看，在场的弟子都曾喝过我司马氏族人的血。受不了了。这魔域间隙倒是比仙府许多人正派，稀奇的很。算了，管他是哪里的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有违道义，将血凝花，血凝花，和张一千年修为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艳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您又烦躁了。
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容易有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父亲，我听说司马昭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，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昭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，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两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这多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昭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8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昭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8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昭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诗千旅和8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诗千旅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8大宫内有诗千旅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诗千旅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诗氏看管，看来诗千旅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，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。诗千旅也太可恶了，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诗千旅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昭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
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，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，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彦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
谢谢老板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清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珠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燕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是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藏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庭燕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庭燕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父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清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。师祖，廖廷燕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庭燕徒儿有侍奉不周之时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啊，这么多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清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，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消受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
公制合体，一旦运供，必死无疑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师傅他对我。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言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。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牙灵气的原因，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了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，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。哎，谢谢你们，放那儿就行啊。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少女心的颜色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不会是封情书吧？小传，还好我认识。今夜子时，白鹿崖下，埋云花旁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连个落款也没有？鬼知道谁写的。难不成是司马娇？他今天又要来找我？不，这种粉色香香花间不可能是他那个钢铁直男干出来的。那这语气，难道是原身的老情人？不能去，不能去！巴结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板，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再多一个前任。